2026年6月12日 SpaceX 在纳斯达克挂牌，募资约750亿美元，事实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18年前的2008年，这家公司的资金只够再进行一次发射。中间这18年发生了什么？这支影片照时间顺序回顾每一次失败的技术原因和每一次修正的具体做法。2002年，要动 SpaceX 为什么重要？得先看物理学开给人类最残酷的账单——火箭方程式。要留在轨道上，你需要每秒起点把公里的速度，而方程式说，你想要的速度越快，需要的燃料是指数成长。想象帕山带一瓶水，但没带一瓶水，就要多备20瓶水当运费。火箭就是这样，就成以上都是燃了。更夸张的是，人类用完一次就把火箭丢掉，等于一架波音747飞一趟就报废。一个叫 Elon Musk 的软体富翁看着这一切，只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重复试用火箭？第一支火箭 Falcon V 2006年3月发射，它飞了33秒，一颗腐蚀的落猫让燃了外漏，引擎起火，火箭掉进海里，几乎砸毁发射台。第二飞2007年，第二节提早熄火，没能入归。第三飞最痛，他们升级了引擎，分离后的参与推理把第一节往上推，装上了第二节。自己货舰的2节在空中互装，3次发射，3次失败。Musk 投入的1亿美元几乎烧光了。很多人忘了这段。2008年 Musk 同时扬着 SpaceX 跟 Tesla 2家都在垂死边缘，剩下的钱刚好只够再发射一次。团队用手上现有的零件6个星期品出第4支火箭。2008年9月28日 Falcon 1成功入归，史上第一支4人打造的液态燃了火箭。3个月后 NASA 签下是6亿美元的货运合约，这支合约救了公司。注意顺序，现有哪次成功才有救援，没有人会救一家什么都还没证明的公司。纳到 NASA 的钱之后 SpaceX 造出猎鹰就好，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执念，把它降落回来。为什么降落比上天还难？火箭第一节用秒速2公里往下掉，而它的速度必须在刚好碰到地面的瞬间刚好归零。残酷的细节在这，就算只开一颗引擎，推理掉到最小，推理还是比空火箭的重量大，所以它在物理上不可能选听。工程师把唯一的解法叫自杀式点火，在最后几秒点燃引擎，才在道峰上减速。电台早，火箭在半空停住再掉下来，电台弯，地上多一个坑。想象从20楼丢一支铅笔，要它笔尖找下，站着落进一个火柴盒里，而且当天有风，这就是他们要解的题。2015年是爆炸之年，1月火箭成功飞到海上平台，但控制唯一的液压又用完了，政治协助扎上加班，爆炸。4月它真的降落了，然后慢慢倾到爆炸，就差那么一点。6月最惨，一直在驻 NASA 货物的火箭升空2分19秒后在空中解体，原因听起来很荒谬，一根沉中无盾的钢支夹短了，它固定的是央向力的海气瓶，而海瓶在液氧里恢复，就像把海滩球压进水里。支架一端复力把海瓶像飞弹一样往上射，装破定部，火箭把自己撕碎了。那场灾难的6个月后，2015年12月21日，一支猎鹰就好第一届飞到太空边缘，反身飞回来，然后站着降落了。人类从来没有用轨道机火箭做到过这件事，从来没有。4个月后，海上平台的降落也成功了。关键在这，之前每一次追回，火箭上都装满了感测器，每次爆炸都传回数据，每笔数据都修正了降落演算法的某一型。他们不是在失败，他们是在搜集。降落问题刚解决，新形态的失败就来了。2016年9月，一支火箭在发射台上爆炸，还没发射，只是理性的燃了测试。1颗2亿美元的微信跟着报销，原因非常冷门。
SpaceX 八爷洋降到超低温，因为更冷就更密，同样体积能装更多，性能更强。但过冷的野洋伸进了弹线为海平包覆层的微笑缝隙，东成骨台，摩擦引燃。把无力推到极限的代价就是，你会发现一些人类从来没见过的失败模式。他们重新设计了加阻流程和海平，从那之后，猎鹰就好再也没有失败过任何任务。而2017年3月，一直用过的火箭再次飞上太空，服用不再是理论。而2018年2月，猎鹰中性收费，然后是定义了一个时代的画面。两只侧着退气肩并肩，同步降落，像跳芭蕾。来算账，第一节大约战争制火箭启程的成本，重复试用10次，发射价格就崩盘式下降。每公进入柜的成本从大约2万美元杀到大约2000美元，这不是打折，这是换了一个运动项目。而2015年炸掉的每一支火箭都弹体在这个数字里。2020年5月30日，Crew Dragon 太空舱载着2位 NASA 太空人升空入柜。美国已经旧念没有从本土送人上太空了，中介这个空创的正是12年前那家3连败的公司。太空飞行的信任不是办法的，是复利累积的，一次有一次成功，知道统计数字自己开口说话。同时，北京里有个飞轮开始转动 ，Starlink、SpaceX 开始用自家会收的火箭发射自家的卫星，赚自己的营收。接下来是行健，以及一套值得写成博士论文的开发哲学。传统航台用瀑布式开发，设计10年，制造5年，第一次飞就必须完美，因为每一台都是及时雨的造价。SpaceX 把它反过来，快速造，快速废，便宜抵炸，快速改。工程属于交迭代时，硬体赋予开发，让这件事成立的诀窍，用不锈钢取代碳纤维，自己量产引擎，每台原型即便一道渣的漆。这就像用超高支帘子跟直接写在毕业证书上的差别，只有一种方式能让你进步。信件太大，光靠引擎降落燃了不够，所以他们发明了新动作，都披着的式坠落，船体都披着下，整个平躺着坠落，用全身荡降落3小号速度，然后在立地前几秒反身理针点火，那个反身就是鬼门关。SN8 燃了像压力不足，追回。SN9 引擎没电住，追回。SN10 降落了，8分钟后爆炸。SN11 在弄屋里板空解体。4态原型，4场爆炸，4个不同的根本原因，每一个都被找到，每一个都被修掉。2021年5月5日 ，SN15 飞了一模一样的路线，干净落地，这个动作学会了。2023年4月，完整的星舰第一次升空，4分钟后，它翻滚、爆炸，控制视力的人在欢呼，因为离开发射台就是这次的测试目标，之后的每一秒都是多赚的数据，这就是迭代式开发最诚实的样子。之后每一次飞行都多获几分钟，多过一关。然后2024年4月，20层楼高的主退起飞会发射它太身处几节臂，在半空中直接架住它。为什么用加的？因为轿架很重，每1公斤的轿架都是1公斤载不了的货。把起落架搬到地面上，火箭就能保持轻音。粉丝叫它筷子。快转到现在，至今12次整合飞行试验，7次成功，5次失败。3次被他台成功加注。上个月2026年5月 Flight Funchal 收飞新的 V3 构型，船段成功部署模拟卫星，精准歼落，重大进展。主推期呢，分离后引擎没能重新点燃，掉进了海湾。创立24年了，成功和失败依然在同一天同一次飞行里发生，差别是现在没有人恐慌了。股市走到了今天，2026年6月12日 ，SpaceX 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股票代号 SPCX， 每股定价$135，母资月器$150亿，
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第一天守在160亿美元，涨了 19%。估值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市场帮这家公司未来能赚的所有钱打的分数。投资人买的不是过去哪些火箭，是 Starlink 的现金流，亨克重复是用建起来的护称贺。有个细节蛮温暖的，最高30%的股份保留给3户，这在这种规模的案子里很少见。18年前，张商的钱刚好只够再发射一次。今天同一家公司瞧向了史上最大挂牌案的开始中。来结算一下，单以一只猎鹰就好着推起，现在已经飞超过24次。人类送上轨道的所有质量，果般大的是 SpaceX 的货件。Starlink 服务数百万用户，赚的钱再养下一代货件。回头看章本 ，Falcon Wing3连白，扎船的1年，发射态爆炸，4台新建原型，每一笔都弹提在今天的发射价格里。在这家公司的会计账上，失败从来不是丑闻，它是一个科目，研发费用。所以真正的教训是什么？不是永不放弃。很多公司到死都没放弃，还是死了。教训有3个部分：失败要快，失败要便宜，而且同一种失败永远不要犯第2次。SpaceX 的每一次爆炸，舰上都装满干测器，每次追回都买到数据，每笔数据都刚好修正一件事。这是工程学安静的秘密。失败只有在你什么都没学到的时候才算浪费。如果你喜欢这种故事，订阅起来。明天早上见。